不是白昼，无知疲倦的姐姐，你最喜欢看的小屏发了，快出来陪我看呐！在指尖的轻落，不看了。不是夜晚，总在黑暗中。终于到了，总算还能看着你家，陪你跨年。脆弱，看大海清澈的放纵。要不是梦中碰我，要不是说就在此刻，要不是你刚好经过，要不是我睡意朦胧，要不是大雨滂沱，要不是风突然躁动，要不是你不舍。你是铁了心的要分手是吧？是。追我的人很多，我觉得年轻就是要多谈几场恋爱，才能筛选出最合适结婚的那个人。我还这么年轻，我在你这儿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不相信你是这么想的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林淼淼，我懂了。越藏进暮色，整整2年，心事没说。你耍了我整整2年。你从来没有爱过我。你林淼淼就是一个自私自利、爱慕虚荣的女人。有火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。雨会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陈总的形象照怎么还是去年的？李秘书，您给过来的就是这张照片。今年的形象照不是已经拍了吗？你们怎么做事的？对不起，李秘书。我一再强调，这么重要的细节，可是庆典就要开始了。不用换了，就用这张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不认识我了？我就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早。你觉得我事事都要跟你汇报？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么久没见，道歉的本事倒是长进不少。这样吧，你就将功补过，去找个安静的餐厅。明晚我要带我的未婚妻和我妈见面。好。等会儿。什么？送你个礼物。谢谢小陈总，下次别送了。有男朋友了？喂，陈董。对，我见到他了。明白。
那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加油，林淼淼，没关系的，这种事情我已经干过很多次了。我只是来执行陈董布置的任务的。今天我依旧是一个机器人，不要有恻隐之心，不要有恻隐之心。苏小姐，现在外面关于你跟小陈总的八卦铺天盖地，陈董想知道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当然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步入婚姻以后，陈董呢，希望你能够做全职太太。全职太太？姐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知道苏小姐是公众人物，想要让你轻易隐退很困难。女性要经济独立，事业爱情双丰收当然是最好的。可是陈董也是白手起家，一路打拼才有了敏锐的今天。要是儿媳妇在娱乐圈这种大染缸里，肯定少不了闲言碎语。你们要是谈恋爱，谈多久真情假意、逢场作戏，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要是想结婚，鱼和熊掌必然是不能兼得的。在事业上，我觉得嫁入豪门本来就是画地为牢，连这点牺牲都做不了的话，还怎么伺候好未来婆婆呢？林秘书，我当然会伺候好我未来婆婆。我只是想善意的提醒你，陈思远可不是什么言情小说的男主角，他换女人的速度堪比换衣服，这个你应该有所耳闻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知难而退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对他动真感情，因为你绝对不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女人。谁说的？你不是……不要以为是我妈身边的红人就可以欺负佩佩。思远，林秘书刚刚没有在为难我，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。没为难，你是没见他杀人不见血的时候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看他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知道这是伯母的测试，我怎么会跟考官过不去呢？反正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林淼淼，我看你是走狗做惯了，三观都碎了吧？仗着我妈给你撑腰，就来羞辱我的女朋友。苏小姐，我今天就先不打扰你了，我的话你好好想想，等你的答复。不去送送啊？你干嘛？你抓疼我了！这种事干几回了？我听你妈的！你还真是彻底成了我妈的狗腿子。我是陈董的秘书，自然是要为他鞍前马后了。不过如果你愿意付我双倍工资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为你摇旗呐喊。毕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升职加薪了。你就不会独立思考？我妈指哪儿你打哪儿。你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吗？别人的看法重要吗？能兑换5险1金吗？我妈让你犯罪你也去。小陈总，您还是多去关心关心苏小姐的心情吧，万一她只是假装坚强呢？你要是太闲了，就真去找个男人，别光想着破坏别人感情。毕竟我这个人吧，身边缺不了女人。你要是把她弄走了，谁来顶这个空啊？况且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趁年轻就要多谈谈恋爱，为结婚筛出最佳人选，是吧？
还给你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年轻有活力，也很有气质，很适合小岑总。姑娘倒是个好姑娘，但是想进岑家的门，还欠点火候。你也别担心了，让小岑总自己斟酌吧。我倒觉得那个苏佩佩心性还不成熟，谈谈恋爱还可以，真要结了婚，还担不起婚姻这个重任。思远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快，到时候那苏佩佩能有招？我的儿媳妇啊，最重要的是要能降得住我儿子，而不是整天闹出点花边新闻，把米瑞架在火上烤。所以，你好好帮他把关。是。哎，林淼淼是你秘书，不是什么婚姻顾问。我就谈个恋爱，能不能不要像查犯人一样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外头现在舆论满天飞，说你们一个花心浪荡，一个借机上位，现在已经影响到米瑞的形象了。我还不能过问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看到的新闻稿都说我俩天造地设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开始跟我对着干，是吗？不是我跟您对着干，是你们看看你们做的什么事儿，一个当哮天犬到处乱咬，一个当王母娘娘爱管闲事儿。什么哮天犬？什么王母娘娘？你跟我说清楚！你干涉我自由的婚姻，难道不是王母娘娘吗？你还要把她娶回家是吗？我不能娶吗？我想娶就娶。你是想气死我是吗？岑董，你这么好心，关心老板的身体，这是员工应尽的义务，好吧？再说了，你是因为我任务没有完成才被打，我怕折寿。早就消了还服啊？而且我跟我妈杠，是因为佩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果然不一般，值得你这样。既然是我员工，就不要对老板的私生活评头论足。是我失言了。你这么晚还不回家？岑董让我这两天住在这儿的。你这狗腿子做得越来越称职了啊！你呢？这么大好的时光不去陪苏小姐，留她自己独守空房。比起陪她，看你的笑话更得吸引我。
我有什么笑话可看的？我看你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原本以为你是棒打鸳鸯的任务完不成，以我妈的脾气，肯定是要凶你一顿的。陈董现在好像没那么冲了，好像更有包容性了。你在搞笑吗？你拍马屁是不是得选他人在现场啊？你笑什么？你也不用一边说拍马屁，一边摸自己的脸吧。淼淼，你跟着我多久了？还有2个月就10年了。有的时候啊，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真快。记得你刚跟着我的时候，才刚要大学毕业，现在都可以为米瑞独当一面了。你们等会儿，淼淼跟我进来。陈董，淼淼，这些年拘你在我身边，委屈了吧？没有，我这房都买一套了，再说委屈多虚伪啊！德曼商城抵上入驻权的竞标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准备好了。德曼呢是全国排名数1数2的商城，拿到抵上入驻权，对我们米瑞打造高端咖啡帮助非常大。这次呢，我们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微漾。如果你能顺利拿到这个标，我就直接跳级你做 CSO。以后啊，就不用林秘书的叫着了，我也心疼。以后你做了 CSO， 就真的不用再受委屈啦。没有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陈董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以后不许再提失望这个词儿，记住，说话一定要滴水不漏。好，那我以后就努力当上 CSO， 以后您就叫我小林总。我恨不得现在就让法务拟份合同，把你这辈子啊都锁在米瑞。谢谢陈董。行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好。谢谢。林小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手术费我已经帮你交了，剩下的维护费、医药费都由我来承担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离开思远。这是陈思远的意思吗？他没必要知道这件事儿。你是在逼我？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母？你也别怪阿姨残忍。如果我没有给你提供这个医药费，你的父母已经不齐全了。我的儿子啊，我比谁都了解，他最后不会跟你走在一起的。我们两家，你们家呢，房子挂了1个月都没有卖出去，又不甘心少卖钱，又等钱救命。而我们家呢，是房地产起家，救人一命是举手之劳。你觉得你们2个就这么在一起，现实吗？所以你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他？
我知道你学习成绩优异，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着我好好干，离开思远，10年。10年之后，如果他还没娶，你还没嫁，我不干涉你们。10年，多一天不多，少一天不少。我这个人呢，注重承诺，但也不强人所难。你自己想清楚了，可以来找我。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咱们俩已经结束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行吗？陈董最近身体不好，忘记了也是正常的，我还是等时间快到了再跟他提吧。有男朋友了？毕竟我这个人吧，身边缺不了女人。你要是把她弄走了，谁来顶这个空啊？晕开梦河，每一帧你和我，天有阔色，相逢时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你好，这是写。怎么了？彰显自己的酒量进步了？这是在夜场给说出来的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在讽刺我花天酒地。我哪有资格刺您啊？我只为曾董服务，你的事儿就让你的莺莺燕燕去管。你这倒流都倒背如流了，能不能换点，搞点创新？小陈总，别叫我小陈总，陈思远，别叫。别笑。你这是又跟苏小姐吵架了？佩佩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锱铢必较。再说了，买点礼物不就行了？是啊，在你们的眼里，能买点礼物、花点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，是吧？你跟我妈办事不也是这个道理吗？五险一金这话不是你昨天说的吗？这样吧，我聘你兼职，肯定比我妈给你的多。你呢，就帮我出谋划策，搞个 PPT， 专门讨佩佩欢心，让她离不开我，也能为你昨天积德。行，谁跟钱过不去啊？来，先转点看看诚意。好了。我算是见识了啊。
苏小姐自力更生，有手有脚，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提供点情绪价值。展开说说。岑东给他一巴掌，你不应该只给一个枣，你应该给的更多的是陪伴，多花点时间陪陪他。比方说昨晚，比方说现在，而不是坐在这儿跟我瞎扯。你和我天有火色，像风是周围漂泊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雨会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你应该给的更多的是陪伴，多花点时间陪陪他。比方说昨晚，比方说现在，而不是坐在这儿跟我瞎扯。想念太曲折，奔涌向我，回忆如月色，烟花坠落。你眼中有星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雨会藏进你眼眸，不肯离去。我借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愿闻相爱，缓缓慢慢说爱你，雨会藏进你眼眸。我聘你兼职，你呢就帮我出谋划策，专门讨佩佩欢心，让她离不开我。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林秘书，干什么？着急上班呢，有什么事到公司再说。吃了早饭再走。我缺勤了，你负责啊？我负责。你吃这个。你说佩佩要是知道我起个大早精心给她做了这顿早餐，会不会很感动？什么精心早餐？这不就外卖吗？可能吧，他可能会感动的痛哭流涕，然后拍张照片发个微博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。谁叫我这么爱他呢？为心爱的人做早餐，我乐此不疲。哎，多亏了你昨晚的建议，让我实际行动。这样吧，结婚的时候你做主桌。今天你不用去上班了，我跟我妈说过了，待会儿陪我去片场探班，给佩佩惊喜。快吃啊，15分钟后出发。
不喝我喝。给佩佩买的牛奶就是好喝。陈总，应援的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等苏小姐大驾光临了。不错，年终奖敬你一礼。哎呀，谢谢陈总。苗苗姐，来我帮你拿，谢谢。还在生气啊？谁让你昨天晚上不陪我的？我不得搞定我妈吗？搞定了没？我都给你做全套早餐了，还不满意？不满意。那要怎么样才行？不去送送啊？也行。真去送啊？我说说而已。让他，李秘书为昨天的事跟我道歉。你昨天不是说不需要他道歉吗？昨天归昨天，这么点事都办不好吗？还盯着看？没盯着他。你明明一直盯着他看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不是在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吗？我说了，让他跟我道歉。他是我妈的狗腿子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昨天的事就是我妈的主意。咱们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万一他又跟我妈在那儿告状，咱们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我怎么听你说话这意思是向着他呢？也行。聊什么呢？我跟苗苗姐讨教一下怎么谈恋爱。我这母胎 solo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脱单啊。那你得多讨教，李秘书经验丰富着呢。谁说的？苗苗姐刚说了，人家都好久没谈恋爱了。你骗鬼呢？真的，就一个。他啊，就是被当初那个渣男初恋给伤得太深了，导致现在都不相信爱情了。可别让我看见那个渣男。不是追你的人都数不过来吗？没挑着合适的。秦总，员工的私生活就不用关心了吧？那咱们聊聊正事儿。帮个忙。关于苏小姐吧？是，她想让你为昨天的事情道歉。佩佩什么都没有做，被你劈头盖脸的一顿教训，我都替她委屈。我心疼我未来的老婆，不行吗？未来老婆？对啊，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你哄不好你未来老婆就拉我下水，我是砖头嘛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你答应我妈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给自己善后？那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怎么样？我只是代表陈董去跟他聊一聊，为什么就是我来道歉？再说了，以前你不都云淡风轻，说散就散吗？为什么这次就不一样？她跟其他的女生能比吗？她独一份。佩佩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，你给她道个歉，大家握手言和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好。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，被清除出你的世界，想不通对错。李秘书，是不是你的身苏小姐，昨天是我唐突了。
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李秘书，苏小姐，昨天是我唐突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思远，这事怪我，李秘书严重了，我就是跟思远开个玩笑而已，我没想到他真当真跟你说了。思远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还特意让李秘书来跑一趟？苏小姐，陈总他很在乎你，这我知道，不然他也不会想着跟我结婚。李秘书，要不然这样，过几天我俩准备挑婚纱和钻戒，你也帮我们出出主意吧。随时吩咐。那麻烦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说吧，你是不是跟林淼淼好过？怎么这么问？你说是不是？有个好消息，要不要听？什么好消息？剧的投资已经帮你搞定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你只是当时为了哄我，故意这么说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能给你的，我一定给。越藏进暮色，心事没说，雪花像云朵，晕开梦河。每一帧。稍等啊，陈总，我快收拾完了，马上送你回去。林秘书送我。啊？送我。愿闻相爱缓缓慢慢说爱你，余晖藏进你眼眸。想啥呢？快去吧。我接风悄悄把你拥进怀里，目光却锁紧，我只愿随你去。想念太曲折，去副驾，我来开。回忆如月色，拿着我家的工资却不听话，是老板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指挥别人吗？有心河，就在此刻，你会不会抱紧我？一杯咖啡，你推荐一下。美式，拿铁，什么都有。你想喝什么？拿铁。稍等。你在这工作多久了？我实习。咱俩一个学校。我家也是卖咖啡的。真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等毕业，你来我家工作。别闹了，陈思远。我来开吧。你不开心啊？是不是刚才让你去跟佩佩道歉，你生气了？当牛马就得有当牛马的自觉。你刚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老板，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，哪敢有情绪？好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，前面地铁口把我放下来。就当是筹码吧。什么筹码？我送你回家，你呢就在我妈面前多说说好话，让她考虑考虑接受佩佩。这几天你真的够了，你们俩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自己说清楚啊？停车！停车！我妈那么喜欢你，你帮忙说两句又不会掉肉。苏小姐想让岑董认可很简单，只要她能同意做全职太太，岑董自然就接受了。你那么聪明，看不出来这是我妈的迂回政策吗？目的很简单，让她知难而退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助纣为虐？不然呢？其实你多了解了解佩佩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说不定你俩以后还能成为朋友。岑总，这不是我的义务吧？还有，你以后做事的时候能不能考虑的周全一点儿？不要把我牵扯到你们之间来，我不想被他误会。误会说明他喜欢我呀，我俩朋友一场，你不应该为我而感到高兴吗？第一，咱们俩现在算不上是朋友，用你所谓的上下级描述更加准确。第二，我不想被牵扯进来，是因为我怕他钻牛角尖。到时候如果他问出什么我跟林淼淼你选谁的这种问题，我可背不了这个锅。我选你。毕竟我妈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没有我妈，听懂了吗？您是24孝子，整个米瑞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送我去岑董那儿。去你家？我家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陈思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不欢迎我？难道家里面藏了什么野男人？是又怎么样？反正也比不上你的状况百出。看来有情况。来都来了，跟后辈们打个招呼。我生气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你生日。开门吧。哪有人空着手给人过生日的？你好，您的外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谢谢。
你还真是个工作狂魔呀，家里都跟米瑞博物馆似的。这不古董吗？我那只呢？早就扔了。我喝过的。行，看把你紧张的。真藏人了？藏人藏冰箱里啊。我找能喝的水。找吧。许的什么愿啊？是早点找到男朋友，还是一夜暴富啊？成年人不做选择，当然是两个都要了。你不也希望我早点脱单吗？免得我太闲了，去破坏你跟苏小姐的感情。你不会还惦记着我吧？陈思远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恋。我虽然说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但是我也记得是我提的分手。一句玩笑话，还较真起来了。待会儿玩个游戏吧。好啊，真心话，我先问。问。陈思远，这10年来，你睡过多少个女人？这问题太私人了，不可以发。一只手够吗？数不过来。2只手，2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吧？2只手还不够啊？那再加上你的手，3只手够吗？你喝多了。3只手，你喝多了。3只手也不够，那我数少了。我那些名声，你不都听过吗？你就不想问问我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多少个男人睡过？不想知道吗？不是玩真心话吗？你怎么不问了？你问我呀，你问我呀，你问我，我可以回答。你问我可以说，你快问我呀！你喝多了。曾经你说。
忘不掉的痛。曾经你说那的风，那云都读不起你的心情。哪怕某一年某一天，时光会慢慢倒流。转身的时候，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是你。